尽管已经时隔多年，尽管在座的人都已经知道这些秘密，可再一次听到，还是会忍不住骂道：“简直丧心病狂，罔顾人伦！”金光瑶面色阴沉如水，可他无法反驳。画面中，众人群情激愤地骂了一通后，便决定不日一起攻上金陵台。聂明觉也是越听越火大，他怒视金光瑶，又对着蓝曦臣道：“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吗？你看看这都干的什么事？”金光瑶心有不甘，回道：“你有听仔细了吗？我即便做得再好，都有人戳着我的身世。你出身就注定是家主，你永远都不会懂我的难处。”聂明觉更气了，他站起身就往金光瑶方向走。这都不是你做这些丧尽天良的事的理由。见二人要互掐，蓝曦臣赶紧起身阻拦，他道：“都别说了，这都过去了。”魏无羡惊讶于金光瑶的勇气，毕竟能直面聂明觉怒气的人不多，他正想缓一缓气氛，便听书中传来：“当年他们是不是也像今晚这样，一群人聚集在某一个地方，开了一场秘密会议，指天指地骂了一通，然后就决定要围剿乱葬岗了？”众人闻言不由面上尴尬，如魏无羡所想，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围剿乱葬岗之前，他们的确像今天这般如此。魏无羡心中则道：“怎么又把心声说出来了？按这情况，一会儿可别。”蓝曦臣摇了摇头，道：“无论金光瑶过去的是非对错，如今他也得到应得的下场了。”聂怀桑拉着大哥：“大哥，先坐吧。”聂明觉啐了一口，怒气冲冲地转身回到原来的位置。会议结束，云梦江氏的宴厅也刚好准备完毕。然而开宴之后，席上却少了2个身影。江澄冷笑一声，道：“还是老样子，不知礼数。”听得江澄的冷言冷语，画面中蓝启仁心中颇为不快，连带着在画面外蓝启仁捋着胡子，狠狠冲魏无羡瞪了好几眼。魏无羡感受到了他的目光，赶紧躲在蓝忘机身后。魏无羡走到一棵树下，道：“我爬过这棵树。”说着，他便开始顺着树干往上爬。江厌离看着画面，轻轻地笑了。爬到接近树顶的地方，魏无羡才停下来。蓝忘机就站在这棵树下，抬手望着他。忽然之间，魏无羡撒了手，蓝忘机双目一下子睁大了，一个箭步抢上来，魏无羡被他接了个正着，或说向他扑了个满怀。众小辈又再次一阵脸红，个个害羞不已。而看着这颇具纪念意义的一幕，望羡二人相视一笑。他们绕过重重楼宇，来到莲花坞深处的一片寂静之地，一座黑色的八角殿之前，云梦江氏的祠堂。听着魏无羡对蓝忘机的介绍，于夫人好笑道：“我也从没见过像你这么皮的，罚跪都算轻的了。”为了弥补方才的口无遮拦，魏无羡又点了3炷香，蓝忘机亦取了3支香。于是他们各自奉着3支香，跪在排排灵位之前，一起对着江丰眠和于子渊的名字俯首拜下。江叔叔，于夫人，我真的很想把这个人带给你们看一看。刚才这2拜就算是拜过天地和父母了，你们2位先帮我把旁边这个人定下。最后一拜我先欠着，今后找机会补回来。果然说出来了。蓝忘机定定地望着他，目光逐渐变得柔情似水，看得魏无羡心驰神往，一个把持不住，就侧身向他怀里摔去。蓝启仁青筋暴起：“蓝家的列祖列宗，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让我看这一幕！”江澄唇角的肌肉有些抽搐，忍了忍，偏过了头。可魏无羡一激灵，慌忙坐直身子。刚才一个激动，忘记江叔叔于夫人也在了。罪过。纵使脸皮再厚，在一手将他养大的长辈面前，也难免有些尴尬。魏无羡道：“那个什么，这故事难道就讲我跟蓝湛的甜甜蜜蜜？这有什么好看的？换。”应他要求，甜蜜部分过去了，因为江澄来了。两人当时还没有冰释前嫌，是以江澄一来，免不了发生口角。后面再发生的事，魏无羡就不知道了。可显然后面的事并不是很简单，便愈加全神贯注地看起来。一道身影从一旁跃下，挡在了双方中间。江澄定睛一看，这突然插进来的不速之客竟然是温宁，登时勃然大怒。只见温宁手里拿着随便，递到江澄面前，道：“拔出来。”江澄知道这个消息后，一定会疯的。魏无羡神情复杂地看向一边的江澄，想看他如今对此有什么反应。
而江澄在这一幕到来之前便转过了身子，从背面看，右手手臂微微发抖。魏无羡虽然看不到他的表情，但也心知他此时绝对不好受。早已料到始末的江丰眠看到此处并不惊讶，只是看着自己儿子状若癫狂的模样，尤为心疼。他叹了口气，道：“阿英、阿成，这些年你们受苦了。”魏无羡沉默一阵，须臾微笑道：“没有，我们又不是瞎子，有没有我们会看不出来。”一直沉默的于夫人冷言出声。魏无羡见于夫人幽深的眸光定在自己身上，眸中的认真任谁也不会感受不到。即将破口而出的辩解之词瞬间咽进了肚子里，心底不禁有些慌乱，并没有给魏无羡太多瞎想的时间。于夫人冷哼道：“这些年你总算没有白吃我江家的粮食。”魏无羡哑口无言，却是心中一暖。于夫人对他从来都是疾言厉色，冷言冷语，再有几分好颜色的话，于夫人怕是对他也说不出来。而这句话便是对他所作所为最大的认可了。魏无羡当即嬉皮笑脸道：“那是自然，莲花坞的饭菜这么好吃，怎么能白吃？”于夫人定定看着魏无羡，眸中波光涌动，便不明情绪，许久才无言地将视线移到画面上。蓝忘机屹立的面容此刻苍白无比，神色也冷峻至极，又望了一眼云梦江市的祠堂，把背上魏无羡的身体拖了拖，拖牢了，头也不回地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温宁连忙跟上，随着他一起出了莲花坞的大门。众人随着温宁与蓝忘机的交谈中得知剖丹的过程与魏无羡决定剖丹的决心。魏无羡回忆起了当时的痛苦，眼睁睁看着原本灵力充沛的灵脉慢慢枯竭干涸，直至没有一丝波澜。那种无能为力的感受，没有经历过的人真的很难想象。他面上难掩欲色。蓝忘机一直在留意身边人的动静，见状，他缓慢而又坚定地握住了魏无羡威权的手。魏无羡抬眸笑着回握住他的手，江澄紧攥的拳头因用力过猛，骨节发出咔咔的响声。魏无羡知道江澄的性子，叫道：“江澄！”旋即缓了语气道：“这么多人呢，你一宗之主的面子还要不要了？”半晌，江澄颤抖的右臂才缓缓平静了下来。关于蓝思追的身世，在场只有部分人知道，如今也因为这场莫名其妙的观影大会，所有人都知道了。魏无羡凭记忆里看到的地址一路问过去，望着面前这间气派非凡、香火旺盛的建筑，魏无羡道：“这是观音庙。”画面到了这，魏无羡眼皮跳了跳，这往事有些不堪回首啊！何况蓝湛接下来的行为实在有损韩光君的颜面啊！如果这里只有他们两个还好，可是这么多人，蓝启仁老前辈都在，这可如何是好？魏无羡告诫自己：“我只问几句话，绝不多做别的，只问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将酒杯斟满，若无其事地推到蓝忘机面前去。魏无羡一拍额头：“要坏！”众位小辈看到韩光君又喝酒了，有了前几次的经验，这一次更是眼睛发亮地等着韩光君的表现。魏无羡立刻大声道：“我想问，请问这个鬼东西能不能跳过某个情节啊？”众人被他的乍然高声惊得一抖，无人应答。半晌后，蓝曦臣道：“可能不行，在你来之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像是知道他所担忧的是什么，蓝曦臣好心地安慰他道：“无羡，你放心，之前我们已经见过忘机醉酒后惊世骇俗的表现了。”仿佛感受到身边人逐渐阴沉的目光，魏无羡脖子一僵一僵地转向他，苦哈哈地哀嚎道：“蓝二哥哥，我对你不住啊！”他没敢说，接下来的一幕比以往醉酒都刺激。不负众望，醉酒的韩光俊睁眼就咬人，还抽出碧尘定住魏无羡。“打住！你怎么回事？喝个酒怎么变成这样了？干这种坏事！”闻言，蓝忘机坐得更端正了，低下头，一副知道自己做错了，虚心受教的样子。蓝启仁愤愤不平，冷哼出声：“就魏婴这货，还好意思教训忘机？”魏无羡听到了蓝启仁那边的动静，欲言又止，想了想，还是决定给他个心理准备比较好，毕竟年纪大了。那个蓝老先生，蓝启仁斜睨他一眼，遂又收回目光，目视前方道：“何事？”魏无羡随手抓抓头发，笑容中有点不怀好意的样子，道：“您要不回避一下吧？”蓝启仁目不斜视。为何？此时
魏无羡笑容中的狡黠更是显露无遗，偏偏还装出一副欲语还休的样子，就差拿个小手绢捏在手里搅来搅去，以表示自己的纠结心情。江澄在一旁看得想踹死他，就在要动脚之时，魏无羡道：“接下来可能有点挑战您的心理极限了，为了您好，还是回避一下吧。”蓝启仁不置可否，恍若未闻，心道：“笑话，老夫活着一把年纪，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江澄一挑眉：“还有更丢脸的。”